好，再回到环球大战线，我们这一集最后的一个讨论主题呢，是故事要从一场太空紧急调度开始讲起哦。中国的太空船神舟22号呢，在短时间内被推上了这个发射塔，它是载满物资的无人驾驶哦，然后奔赴了距离地球上空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。这不是一场例行任务哦，不是说规划了很久，是紧急的任务，因为几乎是贴着临界点的救援行动。3位的中国太空人在日前呢，他们原本月初计划要搭乘神舟20号返回舱要回到地球的，但是这个返回舱呢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舷窗的玻璃啊出现了裂纹。这个事情如果放在我们地球上还好，但如果在太空呢，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。大家看过这个科幻电影，一旦驾驶舱破掉，这人都会被吸出去，会瞬间成为一个这个失重真空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无法满足这个安全出行的任务。那怎么办呢？于是呢，中国政府就马上筹划了这个22号的任务，然后马上发上去，为他们补充物资啦、维修设备啦，然后克服了这个种种的困难。目前看起来任务是圆满达成，但是当中的技术细节啦、克服难点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大选委员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了不起的任务？是，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任务哦。就是说，事实上原本要搭乘神舟20号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些太空人，在9天之后啊，他们就搭了神舟21号的返回舱先回来了。我为什么要讲9天之后这件事情哦？各位还记得当时 NASA 的太空人在太空中滞留了多久吗？他滞留了9个月啊！原来说9天。对啊，一个是9个月，一个是9天呐、大家看这有多大的差别？这9个月几乎把 NASA 的太空人完全折腾完了，整个身体都变形了，变成瘦成这个样子。对啊，所以基本上中国做得到9天哦。就从神舟12号他们当时发动这个载人飞船之后，他们的策略是什么？就是我发一备一。我发射一个上去，我就准备一个在这里了。所以今天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策略，所以他们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让这些太空人在9天后先搭神舟21号回来，然后接着神舟22号无人太空船送上去，再把相对的物资送上去，把维修的设备送上去。所以这可以再一次的展现一件事就好了。看看 NASA， 再看看中国的这个空间站，你就知道2个。这个国家甚至 NASA 还不是这个 NASA 自己哦 ，NASA 当时还集合了世界西方国家很多的太空的这些专家、哦，都没有办法拼得过中国。所以中国航天人3代的努力哦，在这一次的意外事件当中，再一次的得到了肯定跟证明了。好，这一次这个神舟22号呢，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，就是它运送了很多的物资上去啊。那前段时间这些中国太空人在太空拍完的这些视频呢，回传到地球之后，大家都很惊喜啊，因为他们在太空呢用一个太空烤炉哦，烤了非常多美味的食品。我们看到有烤鸡翅、烤牛排，让大家好像隔着这个荧幕都可以感受到哇，这个香气喷喷而来。袁老师也常去中国大陆，对，孜然太好吃了，那个烧烤，对，那喜欢那个味道啊。现在不只是科技的先进，包含饮食文化，还有这种软实力的，应该说硬科技、软实力包装。这一次的这个美食秀，让中国的航天加分了多少？我跟你讲哈，这个实在是遥遥领先的，因为大家都在跟着比较，现在没得比了。因为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啊，这个神舟22号啊，可以说是3舟一体了。我跟大家强调，因为你光是看到这个其实跟我们中秋节烤肉的价值差不多，就是感觉上都一样嘛，就是感觉上他们自己能够生活上非常好。这个其实是要长期住在太空啊，但是在高空400公里，这个技术到什么程度啊？因为大陆原来是有3种计划都变成3舟一体，因为首先的话呢，这个神舟的话呢，到神舟21号刚刚就因为神舟因为神舟20号那个窗的玻璃的话，因为碎片挡，所以说就危险，所以做21号回来，到22号就要上去，这是神舟。神舟本来就是做这个事情啊，现在里面有太空人嘛，要回来。天舟是运送食品跟维修物品上去的，有天舟啊，天舟是10号啊，这个专门运送的啊，这个叫做天舟。天舟的话呢，这次送到多少？600公斤啊，送到400公里啊，你知道这个光是说句良心话，你送6公斤都不简单了。对，你不要说600公斤这个量的。另外还有一种梦舟啊，这个神舟22号梦舟是无人操作的上去的，这个梦舟1号借着这次3舟一体，就是把这3件事情啊，这个神舟22号里面带的就是天舟再加上梦舟，全部集合在一起，到了天上去以后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，他们
我觉得哈，就是2035年要登月啊，然后要搞登火星啊，要搞太空站啊。说实在话，我有点兴奋啊，因为我觉得大陆搞这种太空科技，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沃尔夫法案呢，原来中国大陆的天空就我们就是那个太空站哈，我们叫空间站，是完全被淘汰的。就不让中国参加，不让中国参加呢，意思也就是说，知道你迟早会很厉害，就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不想带你玩了，不想带你玩，你说不用你带我也不会带你玩的。所以说那个大陆在那个月亮挖出来的土壤以后啊，各国都给，就是不给美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当然是一种动作了。所以如果我是太空人，我一定要当中国大陆的太空人，我不要当美国。不是，我刚太危险了。我刚刚那照片，我以为是鬼故事，你知道，那个女人变成鬼故事主角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又讨论到回来一个问题，就是要拿对照组出来比较了。我们刚刚提到了 NASA 太空人上去简单一个任务，结果被迫滞留了9个月的时间。反观中国这一次展现救援任务快很准的行动，所以呢，从这件太空事件的叙事来看，我们知道 NASA 已经是一个外包体制了，它结合了不管是 SpaceX 还是亚马逊老板的蓝源，还是其他的维珍，反正就集结了所有的商业来搞这件事情。那中国国家航天局他们是举国体制，由国家来主导这件事情。两个体制在这一次的事件上，我们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差异。所以干哥觉得未来中美还是说中国对抗其他不同的太空体制，你觉得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出现一个此消彼长的回合？对，这不但是此消彼长，而且我可以跟各位讲，还记得2015年的电影吗？叫做《绝地救援》。大家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？就是说，中国航天局决定伸出援手，去把麦特戴蒙男主角给救回来。大家都说你这小说看太多，10年前的小说家就已经告诉你，他不是随便写的，因为大导演雷利·斯考特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。他曾经去问了很多专家，当时就讲到这一段，说万一美国太空人在去火星的途中，马斯克，你听清楚啊，你不是要登陆火星吗？一定要跟中国弄好的。其实老实讲一句，有很多观念都是从中国这边带去的。那时候他们就那个电影的桥段就是说很简单，因为要去救麦特戴蒙的那个战神4号，发生了爆炸啊，等于没有船可以用了，所以中国航天局决定派出太阳神火箭来去帮美国，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不知道你有太阳神的，是中国航天局主动告诉他说：“我们来帮你忙好了，我们派船来帮你。”10年前的小说，你现在看到了，在神舟12号、神舟22号上面，它已经呈现了。他现在是自己去修理他的东西，刚大前有讲嘛。它是发一备一，为什么？我今天飞上去，万一出了毛病，我有备份的火箭，我有备份的长征火箭。长征火箭不是说你从仓库里面拖一架出来就可以啊，一艘太空船，一架火箭，那个是几十亿美金的东西啊，先备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都有准备，准备什么？准备万一任务出了任何差错的话，我们就有准备。这次是去为了修一片窗户。你认为说修一片窗户，你知道在太空里面是零重力吗？它是完全就是等于是没有空气的状态，这一个东西要怎么修？那你就想着说，其实中国航天局的专家们他都想好了，你要带什么材料上去，你要怎么修，你要教这些太空人怎么做，怎么操作，就有点像你看电影《阿波罗13》，那个完全没有东西，你要伸出东西来把它修好。现在神舟那个20号所遇到的问题就是一样，那片窗户被什么？被太空垃圾给击中了，金属好像产生的皲裂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它有可能会扩大啊，也不一定，完全是靠天吃饭。所以这是其实你看一个小小的事情，但是是大手术。航天局它就可以派得出这些人去做，它就可以派得出这些设备去做。你要流口水的不是只有那个新鲜蔬菜好吗？对，我们看到那个新鲜蔬菜，我们很惊讶说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说，我们以前当记者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事情，我们看这个就是国际啊、科技啊以及太空新知，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说，你在太空站里面可以吃到蔬菜，因为那都是压缩的，都放在牙膏盒里面，让你用挤的。你现在既然可以吃到新鲜送上去的，当然。它那个蔬菜的这个保存期限不会太久，但是你就可以跟你讲说，我们今天的神舟计划
使用长征火箭的这个搭配，在未来是不是有一天真的发生了美国太空船在火星任务之中战神5号失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太阳神计划也能够马上去来帮国际任务？绝地任务的这个制片，我现在讲是真正的制片，他叫金伯格，他真的在后来电影上映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：如果今天美国人发生了任何问题。